今天我带你们到什么地方来探险呢？我必须说，鬼月，尽量给大家新的地方了。虽然有点想要偷懒，对了，有时候想要重返了，因为来新的地方有时候要跑比较远，不是吗？好，OK，那今天我来这个地方，它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？其实它是一个民宅。那它为什么废弃了呢？基本上就是烧掉了。烧掉了之后，那再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自然而然这个地方就没有人继承，就废弃了。其实我会这样讲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像我家隔壁之前有一个火灾嘛，那烧得很厉害，就烧完之后，其实我窗户打开就看到它，好几个月了都没有人去打扫，仿佛就废在那个地方。那会不会久而久之，它那个地方也废掉了呢？不知道，但是这个地方它废掉了，那它又有发生过一些事情。至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就一边走一边告诉大家喽。有没有看到前面？这里就是我今天带你们来的一个地方哈。那其实你光看外表就已经发现，这边已经烧掉了，对吧？然后你看，这里还有一个游泳池虽然都长满了那个，天哪，这水多少细菌啊！你看，天哪，最低30度，平均30度，有够热的。然后你看，这个房子多棒啊！还有这样的露台可以做交流。天哪，豪华到一个极致啊！这个到底是烧了多久了？为什么草还长得这个样子呢？那其实大家在旁边有看到一栋，但那一栋没事，所以呢，我就没有拍那一栋了哈。天哪，这个真的有够豪华的。哇，还有榕树应该不是烧这个而产生状况的吧？我想先测一下，可以吐嘞，在这里看看这边的磁场怎么样？还好其实没有很强铁窗都已经烧成这个样子了。OK， 他这边应该是过不去了哈。嘿，还有烟囱里面有玻璃的声音。对，里面有玻璃的声音。听到玻璃声之后，你看，
进去看看吧。OK， 好，不知道，但我只能说，这边的东西，其实火灾现场都这个样子啊，这里烧掉了。Stomp， 早期台湾啊，能买 Stomp 的家里环境应该都不错。对，因为这不便宜耶。它没有烧烟囱，改烧制纸，但是我必须说它真的很好用 Stomp。我在日本的时候啊。我也很想用那个，只是晚上睡觉都把它关掉，要不然我二氧化碳中毒。人烧的真的乱七八糟啊！可以想象当初的火烧的有多大哦。好，那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接下来我就来告诉大家。那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其实烧掉了嘛。那烧掉了之后，你觉得有没有伤亡呢？其实火灾，假如很不幸，这个房子当下假如有人的话，基本上发生伤亡的几率就很高。加上早期的建筑没有像现代法规这个样子，这么多防火材质严格的法规，那你就更加的躲不掉。这个屋子呢，其实据说啦，有一对家庭，那父亲其实算是一个外商公司的一个主管。那外商公司他就是要常常出差嘛，那当然早期台湾的外商公司上班的人收入也不错，所以他买了这栋独栋的房子给他的妻儿住。那他只要到国外出差的话，那他妻儿是不是就留在台湾？然后呢，就是这样的问题。有一年的冬天，不知道怎么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电线走火的样子，因为开暖气嘛，开暖炉嘛，然后这个屋子它就烧掉了，起了大火。那据说这一对母子很不幸的就被浓烟呛死在某一个房间当中。被呛死了之后呢，当然有人来研判，然后也通知他的父亲，因为他的父亲其实那个时候是出国去出差，他马上赶回来处理后事。那这个父亲其实相当的难过。那当然做完这些笔录，也做完这些东西之后，做完一些手续之后，他也非常的消沉。他这辈子那么努力，就是为了他的老婆跟儿子，结果到最后他们却比他先走一步。最后呢，他就跑回来这个地方，不知道在哪里，好像就酒喝了很多，然后就用不好的方式了结了自己的生命。好，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呢，其实周边的人，因为其实外面有一些人会骑脚踏车健行啊，或者是慢跑啊，其实他们只要晚上经过的时候，据说都会听到这个屋子里面传来什么声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有一个男生好像在哭，然后又好像在喃喃自语这样的声音。那当下大家其实也没有想太多，因为当下觉得就会不会是流浪汉啊等等之类的。然后呢，越来越多人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，还有听到小孩子，甚至还有听到女孩子的哀嚎声等等之类的。然后呢，当地的人就开始敬而远之嘛，然后只要经过都是很快的跑过去啊等等之类的。好，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，也流传出去，自然而然就一群年轻人，或者是我也不知道是年轻人那个就是有可能是来偷东西的，就跑进来这个地方，然后跑进来好像就在拆东西嘛，然后拆着，然后听到大吼大叫，然后冲出去，然后最后当地人就叫警察嘛，然后警察来的时候问说你们在里面干嘛？他们说在偷东西啊，等等。可是他们看到，他说他们在这个屋子里面看到有一男一女，
好像被烧得乱七八糟的，脸都黑一点，然后一个男生在那个地方，然后一直瞪着他这个样子，然后就吓到赶快跑出来，然后警察就说你是吸毒啊，然后抓去验尿就没有，说警察听闻过说这个屋子的一些传闻之后，警察就也没有想太多，就想说好，那偷东西本来就不对，就把那个弄走。好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，当地还有一群年轻人也会跑来这个地方来探险啊，要去吓吓女生啊。当然，有一些人没怎么样，可是据说有一些人好像也是在这个地方去耍掉，被附身这个样子，然后就这样子夹着尾巴跑了出去。那当地就一直流传说，一家子还在这个地方，你没事千万不要来这里打扰他们，因为这一家子在这个地方已经过得很幸福。那当然之后李长有找老师来做处理嘛，那烧化了之后就请他们安心一点。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听说又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反正这地方附近也没有人，自然而然就继续放这个样子，让它废弃荒废下去。好，那这就是我知道它这里的一些故事跟一些传说。那接下来我把剩下景看完，顺便再用器材来做一些简单的问与答吧。介绍完这边的一些故事，真的是一个悲剧哈。哇，好大只的蚱蜢！ OK， 这是他后面洗衣服的地方。最后一楼，它还没有被烧掉之前呢，应该很棒。这里会不会是起火点啊？ 呀，烧的乱七八糟，连浴缸都烧成这个样子。那水龙头什么之类的，没有啊，这是什么？沐浴乳吗？烧成那个样子，我连摸都不想摸。这种厨房很美式呢。下面是烤箱，上面是那个火炉。哇塞！ 这个没有废弃之前是豪宅啊，应该说没有火灾。冰箱 ，OK， 好，一楼看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到2楼。 没办法走民宅，除非是豪宅，要不然能大到哪里去？白兰石都烧成这个样子，来吧，到2楼看看。太热了，真的太热了，热到我都有点懒得动了啊！鞋子都烧成这个样子了，啊！ 阳台，瓦斯炉，啊！我好像闻到下雨的味道，拜托下个雨吧，热死了！啊，好，到2楼对吧？那因为这地方比较小，所以呢，我很遗憾的告诉我们的会员朋友说，你们今天能看到的就到这边，接下来是会员才能看的部分啊！先跟非会员朋友说声拜拜。
咿呀擦擦，